这里是大航海时代哥伦布踏足的神秘土地，这里是一块年轻的新大陆，这里是欧洲殖民者惊喜发现的丰饶世界。如今，这里融合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血液。它就是北美洲，一片古老的自然天堂。北极圈内延伸着广袤的绿色苔原，大西部的红色羚羊谷上演着晨灰交错的光影传奇。野牛奔腾的大草原倚靠着落基山的皑皑雪峰，大自然的手造就了它的壮美与雄奇。北美洲这片辽阔的土地拥有无数令人惊叹的自然景观和文化瑰宝。从冰封的北极荒原到炙热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到宁静的乡村，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多元的文化。无论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都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今天，我们将一起探索这个迷人的地方，了解其背后的故事与文化，感受每一处风景的独特魅力。愿这段旅程能带给你一份心灵的宁静和愉悦。安圭拉是一个位于加勒比海的英国海外领地，以白沙滩、碧蓝海水和热带气候而闻名。这个面积仅约91平方公里的小岛，位于小安地列斯群岛的最北端，与圣马丁岛相隔仅约13公里的海峡。安圭拉不仅是一个热带度假天堂，还因特有的文化、历史背景和生态环境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安圭拉的地形以低平的珊瑚岛为主，全岛拥有33个沙滩，沙质柔软洁白，被认为是加勒比地区最美丽的海滩之一。主要的沙滩包括著名的浅滩湾、伦迪伍斯湾和米兹湾，拥有丰富的珊瑚礁、浅滩和海洋生物，是潜水的绝佳地点。安圭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00年，最早的居民是美洲印第安人的阿拉瓦克人，他们留下了陶器和岩画等文化遗迹。1493年，哥伦布在第二次航海中发现了这里，但西班牙殖民者并未对其进行深入开发。17世纪初，英国殖民者从邻近的圣基茨岛迁居至此，开始了欧洲人统治的历史。尽管安圭拉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但当地居民多次反对与邻近的圣基茨和尼维斯合并管理的政策。1980年，安圭拉正式成为一个单独的英国海外领地，并设有自己的宪法和地方政府。安圭拉的人口约 1.5 万，其中大部分为非洲后裔。英语是官方语言，当地居民的口音带有浓郁的加勒比风情。岛上的文化深受非洲、欧洲和加勒比传统的融合影响，音乐、舞蹈和美食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圭拉还拥有独特的音乐传统，特别是索卡音乐、雷鬼音乐和卡利普索音乐等加勒比音乐风格。每年的安圭拉夏季节是岛上重要的节庆活动，会有音乐比赛、花车游行和丰富多彩的文化表演。安圭拉的经济以旅游业为支柱，约占 GDP 的 50% 以上。高端酒店、度假村和餐厅吸引了大量国际游客。除了旅游业，安圭拉还以离岸金融服务而闻名，是一个避税天堂，吸引了许多国际投资者和企业。
纪念碑谷位于美国西部亚利桑那州与犹他州的交界处，是一片壮丽的沙漠地区，以独特的岩石地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闻名。作为纳瓦霍族保护区的一部分，它不仅是地质奇观，更是美洲原住民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象征。纪念碑谷是典型的高原沙漠地貌，拥有高耸的砂岩巨柱、孤立的岩石山峰以及广袤的沙漠平原。经过数百万年的风蚀和水蚀，这些岩层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形态。每一座巨柱都有奇特的外形和名称，最大的孤峰高出谷底300米。红色砂岩在阳光的映照下呈现出千变万化的色彩，尤其在清晨和傍晚时分，景色尤为壮丽。纪念碑谷位于纳瓦霍族的保留地，对原住民来说，这里是他们信仰和生活的重要场所。纳瓦霍人称其为岩石中的山谷。这一地区充满了神话和传说，每一块石头和地形都被赋予了灵性与故事。在现代文化中，纪念碑谷因特有的景观成为众多影视作品的取景地，尤其是经典西部电影的象征。约翰·福特导演的《关山飞渡》和《搜索者》等多部电影都在此拍摄，使得纪念碑谷成为西部精神的代名词。为了更好地体验这里的美景，很多人选择在谷地中的酒店或露营地留宿，观赏日出和日落时的景象。天黑后，这里也是欣赏星空的理想之地，因远离城市光污染，夜空格外清澈。拿骚坐落于巴哈马群岛的主岛新普罗维登斯岛，是巴哈马的首都和最大城市。作为加勒比地区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拿骚以丰富的历史、迷人的海滩和活力四射的文化而闻名。拿骚地理位置优越，距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东南海岸仅有300多公里的海上距离。这里拥有典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温暖湿润，气温通常在24至32摄氏度之间。明媚的阳光、碧蓝的海水和轻柔的海风，为游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度假天堂。拿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当时英国殖民者在新普罗维登斯岛上建立了小镇。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拿骚曾是海盗的活跃中心，被称为海盗共和国。18世纪，英国开始加强了对这里的控制，使之逐渐变成了一个繁荣的港口城市。今天，拿骚既保留了殖民时期的建筑和文化，又融入了现代化的发展。当地的艺术、音乐和舞蹈深受非洲、欧洲和美洲的影响，形成了特有的巴哈马风格。拿骚是巴哈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旅游业是城市的支柱产业。巴哈马的热带气候和自然环境使拿骚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旅游胜地，城市的港口也因此而繁忙。港口融合了旧世界和殖民时期的建筑风格，是加勒比邮轮的重要停靠点之一。金融服务业在拿骚也占据重要地位，吸引了大量国际企业和投资者。拿骚还展现了巴哈马人友好的性格和热情好客的传统，包括每年12月 Junkanoo 狂欢节在内的当地节日和庆典，生动体现了拿骚居民的活力与热情。拿骚以丰富的历史、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现代化设施成为世界游客向往的目的地。在这个风光旖旎的城市，既可以感受到加勒比的独特风情，也能体验到多元文化的魅力，是名副其实的加勒比明珠。
洛杉矶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是美国人口第2多的城市，仅次于纽约市，同时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之一。洛杉矶拥有多样的文化、丰富的自然景观和繁荣的经济，被誉为天使之城。大量的移民使洛杉矶成为一个多民族、多种文化色彩的国际城市，少数民族占全市人口的1半左右，并拥有众多移民社区。各色人种聚居的地区形成了各自的城。洛杉矶也是美国华人的主要聚集地之一，约有40万左右华人。洛杉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81年，由西班牙殖民者建立，当时取名为天使女王圣母镇。1821年，墨西哥独立后，洛杉矶成为墨西哥的一部分，直到1848年美墨战争后割让给美国。如今，洛杉矶汇聚了拉美、亚裔、非裔和欧洲等多个民族，使之成为文化多样性城市。洛杉矶经常被称为世界创意之都，因为这里每6名居民中就有1人从事创意产业。在洛杉矶生活和工作的艺术家、作家、电影制作人、演员、舞蹈家和音乐家的数量，比世界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任何城市都要多。表演艺术在洛杉矶的文化特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年有1100多场戏剧演出，平均每周就有22场。洛杉矶音乐中心是美国最大的表演艺术中心之一，每年有130多万观众，由国际知名的洛杉矶爱乐乐团、洛杉矶歌剧院、洛杉矶大师合唱团和中心剧团常驻演出。此外，还有科尔本音乐学院和南加州大学桑顿音乐学院等一流的音乐培训机构。洛杉矶的好莱坞街区自20世纪初以来就一直被公认为电影和电视业的中心，也是主要电影制片厂和唱片公司的所在地，同时还是每年奥斯卡金像奖、黄金时段艾美奖、格莱美奖以及许多其他娱乐业颁奖典礼的举办地。好莱坞有许多电影制片公司，包括哥伦比亚影业、迪斯尼、华纳兄弟和环球影业等享誉全球的企业。此外，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亦是美国最古老的电影学院。英属维尔京群岛位于波多黎各以东，由大约60个岛屿组成，其中大部分是无人岛。主要岛屿包括托尔托拉岛、维尔京戈尔达岛、阿内加达岛和约斯特范戴克岛。群岛以壮丽的自然风光、舒适的热带气候以及作为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而闻名。英属维尔京群岛大多数都是火山岛屿，地势起伏不平，呈现出典型的山地热带风貌。然而，阿内加达岛是一个例外，它由珊瑚礁和石灰岩构成，是群岛中唯一的非火山形成的岛屿。群岛拥有明媚的阳光、湛蓝的海水和优质的沙滩，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周围的海域中遍布珊瑚礁和丰富的海洋生物，是潜水的理想地点。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美洲原住民，包括阿拉瓦克人和加勒比人，他们是这里的最早居民。15世纪末，哥伦布在第2次航海中发现了这些岛屿，并以圣乌尔苏拉及其11000名追随者的传说命名为维尔京。16至17世纪，这些岛屿经历了西班牙、荷兰、英国和丹麦的争夺。1672年，英国正式占领托尔托拉岛，并逐步将整个群岛纳入控制范围。如今，这里是英国的海外领地，享有高度自治，但英国负责国防和外交事务。群岛的人口约有3万，主要居住在托尔托拉岛，居民大多是非洲裔后代，也有少量欧洲移民和其他族裔群体。
英语是官方语言，居民的文化受到英国殖民传统与加勒比本土文化的双重影响。群岛的经济高度依赖金融服务和旅游业。作为一个全球知名的离岸金融中心，这里以注册国际商业公司而闻名，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资者和企业。旅游业是另一大支柱产业，每年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享受阳光、沙滩和水上活动。乐蒂国家公园位于美国南达科他州西南部，面积约为980平方公里。这个独特的地质奇观因其荒凉、奇特和壮丽的景观而得名，被誉为地球上最引人注目的地貌之一。乐蒂国家公园是大自然的杰作，融合了雄伟的岩石地形、多样的野生动植物以及深厚的文化历史，是一个探险摄影的绝佳目的地。乐蒂国家公园以陡峭的峡谷、锋利的山脊、深邃的沟壑和色彩斑斓的岩层而闻名。这些岩层主要由沉积岩和火山灰组成，经过数百万年的风化和侵蚀，形成了今天独特的地形。公园内的岩石带有显著的分层，不同的颜色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沉积物。这些岩层不仅展示了地质历史的演变，还藏有丰富的化石资源，包括远古哺乳动物的遗迹，使这里成为古生物学研究的宝贵场所。11000年来，美洲原住民一直将这里作为狩猎场。早在拉科塔人之前，就有古印第安人，其次是阿里卡拉人。这片土地不仅为他们提供了生活资源，还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19世纪，美国政府与原住民签订了多个条约，导致原住民土地被侵占。今天，公园内的许多区域仍保留了与拉科塔文化相关的遗址，提醒人们反思历史并尊重多元文化。乐蒂荒野位于怀特河流域内，这里作为重要的古生物资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美洲原住民对这一地区的传统认识。拉科塔人在这里发现了大型化石骨骼、贝壳和龟壳。他们正确地推测这一地区曾在水下，这些骨骼属于一些已不复存在的生物。人们对这一地区的古生物学兴趣始于19世纪40年代。1854年，约瑟夫·莱迪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北美化石的论文时，北美已发现的84个不同的物种中，有77个是在怀特河荒地发现的。从19世纪末至今，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机构都从怀特河荒地的化石资源中获益匪浅。怀特河荒地已发展成为国际上著名的化石资源丰盛的地区，这里蕴藏着已知最丰富的渐新世哺乳动物沉积物，为人们提供了3300万年前该地区生命的一瞥。特克斯和凯克斯群岛位于大西洋西部加勒比地区，是英国的海外领土。这片风景如画的群岛拥有纯净的海滩和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是全球知名的旅游胜地。群岛由较大的凯克斯群岛和较小的特克斯群岛组成，其中主要有人居住的岛屿包括普罗维登西亚莱斯岛、大特克岛和岩岛等。群岛总面积约616平方公里，主要由低而平坦的石灰岩组成，气候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温暖，平均气温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群岛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坐拥大片未受污染的海域和珊瑚礁，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特克斯和凯克斯群岛最早的居民是卢卡亚人。1492年，哥伦布的首次美洲航行途经了这里，
此后，群岛逐渐被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人探索。17世纪开始，随着大量殖民者的迁入，盐业成为这里重要的产业。特克斯和凯克斯群岛总人口约5万，其中普罗维登西亚莱斯岛是人口最多的区域，居民主要为非洲后裔，语言以英语为主，宗教信仰以基督教为主流。当地文化深受加勒比海地区和英国殖民历史的双重影响，以 Ripsaw 音乐的起源而闻名。每年都会在这里举办音乐和文化节，成为展示当地文化的窗口。特克斯和凯克斯群岛的经济高度依赖旅游、离岸金融和渔业，其绝美的海滩、高端度假村和良好的潜水条件使之成为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尤其受到北美和欧洲游客的青睐。著名的格雷斯湾海滩多次被评为世界最佳海滩之一。此外，作为一个无直接税的离岸金融中心，特克斯和凯克斯群岛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享有声誉。同时，捕捞龙虾和海螺也是当地的重要收入来源。苏必利尔湖位于北美洲中部，横跨加拿大和美国边境，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和容量第3大的淡水湖，拥有全球地表淡水量的10%。苏必利尔湖北岸属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南岸及西部由美国明尼苏达州、威斯康辛州和密歇根州环绕。湖区的总面积约为82100平方公里，湖岸线全长约2783公里。湖水的最大深度达406米，平均深度为147米，总蓄水量为12100立方公里。苏必利尔湖通过圣玛丽河与5大湖中第2大湖休伦湖相连，流入大西洋的水道由此延续。同时，湖中还拥有众多岛屿，其中最大的岛屿皇家岛是美国的国家公园。苏必利尔湖在人类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湖区原住民奥吉布维人称其为 Gishigami， 意为大海。湖周边地区自古就是他们的狩猎、捕鱼和贸易中心。18世纪，欧洲探险者抵达后，开启了北美内陆的皮毛贸易繁荣时期。苏必利尔湖也因丰富的矿产资源吸引了大量移民，19世纪成为工业开发的热点。湖区的历史也伴随着航运事故。由于湖面宽广且气候变化多端，风暴极易形成，湖中沉船事故频发。最著名的一次是1975年埃德蒙·菲茨杰拉德号的沉没。苏必利尔湖是大自然的馈赠，拥有无与伦比的美景和资源。它不仅在地理上是北美大陆的蓝色明珠，也是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的交汇点。蒙特利尔位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以东196公里，是加拿大第2大城市。作为一座充满活力的国际都市，这里拥有独特的法语文化、多元的社区以及丰富的历史。蒙特利尔的名字来源于皇家山，这是一座位于市中心的山丘，也是城市的重要地标。蒙特利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当时由法国殖民者创建，原本是一个天主教传教所。由于其深厚的法语文化根基，蒙特利尔至今仍然是北美最大的法语城市之一，有90%的当地人会说法语。蒙特利尔既保留了欧洲的古典风情，又融合了北美的现代特色。老城区拥有保存完好的石板街道、历史建筑和古老的港口，
是游客了解这座城市历史的最佳场所。蒙特利尔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城市，居民来自世界各地。尽管法语是主要语言，英语也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商业和教育领域。许多移民社区为城市增添了特有的文化色彩，使蒙特利尔成为加拿大最具国际化的城市之一。这种多样性也体现在城市的餐饮中，被誉为美食天堂。蒙特利尔以丰富的艺术和文化而闻名，是北美的重要艺术之都。城市全年举办众多文化节，包括蒙特利尔国际爵士音乐节、蒙特利尔电影节和喜剧节。同时，这里还拥有许多艺术馆、剧院和博物馆，包括蒙特利尔美术馆和考古历史博物馆，为艺术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的体验。奥林匹克国家公园位于美国华盛顿州西北部的奥林匹克半岛，是一座以多样化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而闻名的公园。198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公园占地约3700平方公里，其丰富的生态环境和原始的自然美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自然爱好者。公园多样的地理特征源于公园横跨了多个生态区域，包括太平洋海岸线、高山地区、西侧温带雨林和较干燥的东侧森林。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美国自然风光和生态多样性保护的典范。公园以温带雨林而闻名，霍河雨林和奎诺尔特雨林是最典型的代表。这里气候湿润，年降雨量超过3300毫米。雨林内生长着大量的苔藓、蕨类和参天大树，有些西特卡云杉和西部铁杉高度达95米，直径达到7米，形成了神秘而幽静的氛围。奥林匹克山脉位于公园的中央，最高峰奥林匹克山海拔2432米，终年积雪覆盖。同时，这里的高山草甸在夏季开满野花，是徒步旅行和登山爱好者的理想目的地。冰川地貌还造就了众多冰河谷和湖泊，成为特有的自然景观。在欧洲殖民者涌入之前，这里的人口主要由美洲原住民组成，他们主要以捕鱼和狩猎为生。传统与自然息息相关，至今仍保留着许多文化仪式和工艺品。19世纪后期，欧洲探险者开始踏足这片区域，直到1938年，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才正式成立，旨在保护这片地区免受开发和过度利用。好了，这一期的视频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以及订阅这个频道并打开接收通知。希望你会喜欢这一期视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